被清空积蓄后，3个高材生儿子开始商量我的养老问题。大儿子说800块钱就够维持生活了，我们每人给你300，一个月900，你就享福吧。我让他们提高一点，乡下的独生子女每个月还孝敬1000呢，他们却说900和1000差不多。谁叫你有3个儿子，每个人身上只用了1/3精力，那我们 AA 赡养也是天经地义。我第一次听说 AA 制还能这么用，3个儿子工资都上万，却只愿意给我300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绑定了工资转换系统，一旦启用，他们给我的赡养费会自动和工资兑换，一个月300，你们就享福吧。退休1年后，3个儿子说要给我养老，可我刚坐下，他们就吵起来了。大儿子顾远洲提出让我轮流跟着他们3兄弟生活，吃喝都由他们负责。老大还没说完，就被老二顾明野直接打断。我天天出差，哪有空管他？你不是开店吗？多个人也就多双筷子。老大心虚的红了脸，刚想反驳，又被老三打断了。我也不同意，我这个单身贵族的灵魂应该是自由的，就算是亲妈也不能拖累我。而且妈本来就喜欢乡下的氛围，不像在城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。我在一旁抿着嘴听他自由定义我的喜好。老二眼前一亮，显然被说中了心窝。老大却略有顾虑，我满怀期待，或许他要替我说话了。但是大儿子思忖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开口同意把我送回乡下。只是1个月给妈多少生活费好？原来他顾虑的是这个，看2个哥哥都同意了，老三激动地说道：专家说了，800块钱就足够维持生活了，这个钱我们 AA。听到只要 A 800，老大的眉头终于松了。紧接着他又想了想，800块钱3个人分，除不尽啊。于是他让另外2个兄弟每人多出1块钱，267，有零有整。我苦笑，老二老三却不同意了。既然是 AA 制，那肯定是3兄弟平分，让我们多出1块钱，你这不是耍赖吗？妈要是活到100岁，那我们就得多出468块钱，连给妈养老都要占小便宜。老大，你还要脸吗？老大被骂得脸上挂不住，气急败坏地说：因为自己是老大，我对他的照顾比2个弟弟多。老三不屑地切了一声：那他当你妈的年头还最长呢，你怎么不多出？3个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让着谁。我一阵心寒，自己含辛茹苦，一把屎一把尿，把他们3兄弟培养成了高材生，到头来一个个却精于算计，连多给我1块钱都要争得死去活来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刚想说点什么，老三却指着我，让我闭嘴。这是我们3兄弟的事，我们会商量好的，你就管住嘴巴，等着享清福就得了。合着给我养老，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3个人吵了半天，最后决定每个人1个月给我300块钱。3个人齐刷刷看向我，脸上洋溢着自豪，问我怎么样？说了不会让你失望吧？1个月900，拿着这个钱回乡下，你就享福吧。900块钱享福，听着简直是嘲讽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我年纪大了，不是随便吃个饭就行的，时不时就要生病，900块钱，怕是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进。我让3个儿子再给我加点生活费，跟他们说乡下的独生子女每个月还孝敬父母1000块钱家用呢，何况是养老。老三满脸不耐烦地打断了我：账不是这么算的，人家独生子女，父母的爱就全在他一个人身上，那你生了3个儿子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花费的精力就只剩1/3了。那我们3个人 AA， 每个人负责你1/3的赡养义务，也是天经地义的。老大斜了我一眼，也肯定了老三的说法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虚荣心还这么强，还攀比起来了？难不成你还要我们每个人都给你1000块钱？你是回乡下养老，还是包养老头？听到这话，我不自觉攥紧拳头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。当初他们父亲撒手人寰，他们才几岁，娘家人怕我过得太辛苦，都劝我改嫁。我就是怕几个孩子受欺负，不敢赌。现在他们却拿贞洁来羞辱我，我一口气堵在胸口，说不出话。老二甚至直接让我别管乡下那些人情世故，反正爸都去世了，替他维系那些关系也没用了。这样1个月900块钱也够你花了。我走到3个儿子面前，对着他们的眼睛一个个看过去。你们还是人吗？你们还是人吗？当初他爸去世，剩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，是这些亲戚邻居忙前忙后的张罗葬礼，之后更是地里收获了什么，他们就往家里送。知道几个孩子上学要花钱，所以每次回老家就会给他们包个大红包。没有这些亲戚朋友的人情世故，他们连大学都上不起。可现在这些人却成了他们口中没用的关系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立马跟这几个喂不熟的狼崽子划清界限。我不用你们养老了，我没你们这种儿子。我让他们把我20万棺材本还给我，从此各不相认。去年退休后，3兄弟得知我有20万存款，就开始以各种名义找我要钱。老大说孩子生病，让我帮帮忙，
老二出差说要顺便带我去玩，一趟下来花了我小1万。老三跟我借钱说要买进口保健品，孝顺我，至今也没见还钱。半年不到，我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就见底了，这他们才商量要给我养老。听到我要钱，他们更是没了好脸，指责我是被钱迷了眼。老大理所当然说儿子花妈的钱天经地义，没有还的道理。老二更是不服气，指着我质问：难道那些钱我不是花在你身上了吗？你敢说饭你没吃，酒店你没住，玩完了想把钱要回去，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。老三没把钱花在我身上，但他知道我没有记账的习惯，于是就说：我倒是想还，但你又不记账，反正我花的肯定是比他们2个少的。听到这话，三兄弟又吵起来了，都在争自己才是花我钱最少的那一个。于是我只能劝他们每个月给我的赡养费再多一点，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你们好。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你们好。我面色严肃，他们却像听到笑话一般哄堂大笑，嘲笑我把要钱说得道貌岸然。难不成钱是什么不吉利的东西？你多要点钱就是替我们顶灾不成？要是这样，我们钱也别给妈了，可不能恩将仇报。我无视他们的嘲笑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好坦白了。我告诉他们，自己绑定了赡养费转换系统，一旦觉醒，系统就会把他们的工资和给我的赡养费兑换，到时候工资到账也就只剩下300了。可他们根本不相信，相视一笑，骂我是老糊涂了。老大一拍桌子，指责我为了钱毫无下限。本来300块钱就够你花了，你还贪得无厌，真当我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老二老三更是同时翻了个白眼，敷衍说相信我，我们现在少给你一点，到时候系统就多给你点钱，不是更好吗？你就别啰嗦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这下我彻底闭嘴了。定好养老方案后，三兄弟就急着把我送回老家，可让谁送又成了潮点。最后一合计，他们决定一人出80块钱，让我坐高铁回家。我冷笑，一张高铁票就要239，他们是打算让我到站后拎着大包小包走10几里路回家。我心灰意冷，拨通了那个电话。我决定觉醒工资转换系统，3个大孝子我不要了，3个大孝子我不要了。电话那边传出一个遗憾又带着欣慰的声音：恭喜你下定决心。紧接着他提醒我，系统觉醒后需要半年时间计算儿子们的平均赡养费，并且一旦确定就不会再变。我果断确定了。3个儿子都觉得我老糊涂了，其实我并没有骗他们。我在一家艺能公司当食堂阿姨，退休前系统管理员为了感谢我手不抖之恩，特意送了我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工资转换系统。他说这个系统能让我安享晚年，我当时就拒绝了，根本不信3个高材生儿子会让我老无所依。可系统管理员专门测试各种系统，见惯了人性，硬把这个系统绑定给我。没想到短短1年，3个儿子就露出白眼狼的真面目了。可半年后，系统觉醒，工资卡到账300元后，3个儿子彻底慌了。老大离得最近，带上他2个儿子，连夜驱车400公里回来找我，手上大包小包，各种营养品。老大还硬塞给我一个500块钱的大红包，我都不领情。老大陪笑着拉我的手，像说一个惊天奇闻一样。妈，我店里昨天清账了，账面上盈利小2万，可我店里的银行卡上却只多出了300块钱，您说奇不奇怪？我冷着脸没理他。昨晚我的养老卡里多出了4万多，自然有他出的一份力。他接着问我是不是那个系统真的存在，我点点头。他顿时尴尬的嘿嘿2声，也没了长子的威严，跟我商量：妈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要那么多钱也没用，要不您还是把系统停了吧，以后我每个月多给您200，这总行了吧？我推开他的手，不好意思，系统一旦觉醒，概不停止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你们自己不听，不能怪我。你们自己不听，不能怪我。老大眼里闪过一丝厌烦，接着又说系统停不了，没关系，让我把他的工资直接转回给他就行。我冷笑一声，质问他：转给你干嘛？不是你们说的300块钱就够花了吗？老大立马变脸，反驳我：你一个老人又不用干嘛，300块钱肯定够花，可我要养着一大家子人呐，还有2个孩子的学费、生活费，一个月300，你是想逼死我们吧？说完，他又给2个孙子使了眼色，2个人拿着成绩单和奖状给我看，求我把钱还给他们。奶奶，补习班还等着交钱呢，您就把钱还给我们吧。以往我确实关心这2个大孙子，有时候成绩好了，我也会自掏腰包奖励他们。只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回乡下半年，他们也没有一次关心过我的死活。我冷冷回了2个字：没钱。这下老大彻底不装了，一脚把旁边的凳子踢出2米远，怒气冲冲问我：我自己赚多少钱，我清清楚楚，都到你卡里了，你还跟我说没钱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钱你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。
我破罐子破摔，淡淡道：没钱就是没钱。老大气得狠狠瞪着我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。这时，老二、老三也来了，开口就骂我是家贼。你这是头是犯罪，知道吗？老二把公文包往椅子上一扔，让我把他的15000工资还给他。老三紧随其后，翘起二郎腿。还有我的工资，那可是有足足12000，一分也不许少。我依旧不为所动，就是没钱。听到这话，老三把刚拿起来的茶壶重重砸了下去，纸片飞溅，顿时划伤我的胳膊。没钱，我们3个的工资加一起，少说也有4、5万。昨天刚到账，今天就没了，烧钱也没这么快吧？你真当我们是傻子是吧？老二也让我别闹了，快点把钱还给我们吧，我们真没时间陪你玩。我索性拿出那张养老卡，让他们自己查余额，不出意外，余额显示为0。这下他们更炸开了锅，三兄弟把我团团围住，质问我钱到底花哪去了。今天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清楚，我们就报警。别看你是我们的妈，就不敢动真格的，你这是偷窃，是违法犯罪。对，你别逼我们大义灭亲。我一阵冷笑，他们对我这个母亲动真格还动得少吗？还大义灭亲？我摊手，无所谓道：钱我都给你们大姐了，要报警就报吧。只不过儿子花妈的钱天经地义，当妈的花儿子的钱也是理所当然。警察怕是不会陪你们瞎胡闹。老二抿了抿嘴，说报警就是跟我开的玩笑而已，但是你怎么能拿我们的钱去补贴大姐呢？老三跟着附和，就是拿儿子的钱补贴女儿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。老大更是指责我老糊涂了，居然偷他们的钱去帮扶一个外人。大姐都是外姓人了，是我们3兄弟给你养老，你死了也是我们给你送终，你到底能不能搞清楚状况呀？三兄弟指责我把他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，却只偏心女儿一人，真是没见过你这么当妈的。我捂着自己胳膊上的伤口，血滴了一地。屋里我个亲儿孙，却没一人能看得见，我不禁放声冷笑，质问他们：那就有你们这么当儿子的。当初我不是没提醒过他们，苦口婆心劝了那么久，可他们就是不听，又怎么能怪得了我？要不是有你们大姐，我的坟头草怕是有1米高了。当初三兄弟说好每个月给我300块，可我回了老家之后，他们却没给我转1分钱。过了1个星期，我才撑不住打电话催促他们，结果老大说刚给孩子报名了兴趣班，手上没闲钱，让我先找老二、老三要。可转头我就在大儿媳的朋友圈看到一条一闪而过的动态，9宫格里是他们一家6口去大西北旅游的精彩纪念，6个人的飞机票都上万，更别说住的5星级酒店，还有吃的大鱼大肉。我满腔心酸去找老二要钱，他却说自己在出差没空，让我先找老三。随后也人间蒸发了，而老三更是没给我一点好脸色，骂我是催命鬼。他们2个都给你600了，还一直催我，有完没完？到了月底我自然会给你。三兄弟互相都觉得对方会先给我钱，结果3个人都一样精于算计，甚至舍不得300块钱多存几天的利息。就这样，家里吃的都见底了，我还是身无分文。在我要去当乞丐的前一刻，是家在村里的大女儿找上门来，嘴里埋怨着我回来不跟她说，可手上却大包小包提着一堆生活用品和食物。对女儿，我始终心有愧疚，我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但却因为他懂事，所以我对他的付出远不及3个儿子。就连家在村里，也是他当初看我一个人负担3兄弟的上学开销，怕我压力太大，这才主动找人介绍，拿自己的彩礼钱帮我缓解压力。如今养出了3个白眼狼，我更不好意思对他开口诉苦。半年时间，我不能完全依靠女儿的帮扶，也深知3个儿子靠不住，于是我又把家里荒废的土地重新开荒种菜，心想着只要撑过这半年就好了。李旭得知我回来，当场转给我800块钱，还每天让我去他家吃饭。可他家原本就不大，又是3世同堂一起在一个饭桌，我不好意思打扰，更羞愧于自己培养出3个白眼狼，就去剽窃人家儿子的孝心。即使这样，外孙女还是时不时就会打包排骨、猪蹄、大虾等给我改善伙食。那时我就暗暗想，等系统觉醒之后，我一定要拿3个不孝子的钱补偿女儿，让她不用再过得那么困难。结果离系统觉醒还有最后1个月，我却因为急性胆囊炎进了医院。女儿帮我通知3个儿子，老二叔自己在陪客户应酬，草草挂断电话，连面都没露过。老大和老三倒是来了，可一听说要出医药费，老大掉头就走。我还要送孩子去兴趣班，有什么事晚点再说。他却连看都没看一眼，最后只剩下老三还在。我强忍疼痛拉着他的手，求他救救我，而且这也是在帮你自己啊。因为医药费也能被系统算进赡养费的范围，这也是我给他的一次机会，他没珍惜。老三一把甩开我的手，劝我忍忍。我不敢置信，胆囊炎可是能疼死人的。他转头就塞给女儿200块钱，吩咐她给我买点止痛药。没事的，把痛压下去就好了。之后他更是连理由都懒得找了，直接走人。我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，到头来是女婿出钱给我做手术。听说那2万块钱还是亲家母存了一辈子的棺材本。那几天也是女儿守在病床前照顾我，连喝的粥都是她婆婆亲自煲完，让外孙女送过来的。而我那些儿子、儿媳，还有平时没少疼爱的孙子，却连一句关心都没有提过。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于是系统觉醒，我拿到他们第一笔工资后，第一时间就转进了女儿的卡里。他们还是不服气，狡辩说自己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儿子都会犯的毛病而已。你这个当妈的就不能好好教育我们，多给我们一点宽容吗？就是呀，1个月900不够花，你跟我们说呀，我们只是以为你够花了，怕你一个人带那么多钱在身上不安全而已。我看你就是偏心女儿，当初生病也是儿子儿媳你一个都没通知，第一时间就想着给我大姐打电话，这不是下意识的偏心是什么？我笑了，
我那不是下意识的偏心，是下意识的还不想死。他们让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把钱要回来，还给他们这次我们一定好好替你养老。他们还说要把我带在身边，惜钱尽孝。老大让我跟着他一个人就行，说他媳妇会照顾人。我是长子，给您养老是我应该做的。老二老三顿时也争了起来，老二老三都忙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老大家里还有他岳父岳母呢，妈过去怎么可能过得开心？还是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妈从小最喜欢我了，我带妈到处玩。我也不傻，他们只不过是把我当成行走的提款机了。我跟着哪个儿子，他不仅能让我把他自己的钱吐出来，更能平白赚到了另外2兄弟的工资。我毫不犹豫拒绝了。你们说的吗？我就喜欢乡下的氛围，而且我们中国人年纪到了就是喜欢落叶归根的。3兄弟满脸尴尬，可是为了钱，还是舔着脸上来跟我撒娇，说要陪我一起住在乡下养老。不用了，我懒得打扫卫生。我冷冷回复，3兄弟顿时破防，临走前对我放下狠话：老太婆，你等着，有你求我们的一天。他们没办法，回去之后该工作还是得工作，毕竟300块钱是绝对不够生活的。他们也不能消极怠工，毕竟摸爬滚打多年才到了这个位置，只能先任由工资到我的卡里，他们再想办法从我身上要回去。老大试过把小店的各种东西都改到他媳妇的名下，但是没用，系统是自动识别的。老二老三也试过改绑工资卡，也都失败了。后来他们又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轮流对我展开亲情攻势，就连老三也拿自己高贵的单身贵族血统开玩笑。您最操心的不就是我的人生大事吗？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您把钱还我，我立马给您娶个媳妇回来开枝散叶。我不屑一顾，那是你们老顾家的事，我只是一个外姓人，关我什么事？发现感化不动我之后，他们就打算利用舆论的压力来逼我就范。3人把我硬架上了一档家庭调解类节目，镜头前3个大男人抹着泪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像是做错事的小孩在博可怜。主持人问我，听说您3个儿子一心想为你养老，您却死活不同意，有这回事吗？我点点头。主持人问我为什么不同意。俗话说，你养我长大，我陪您到老，孩子有心尽孝，您就应该跟着享清福。这么拒绝他们的好意，是在寒了心您3个儿子的心。我摇摇头否认了。我没有拒绝他们的孝心啊，我只是不想跟着他们一起生活。我的灵魂是自由的，我是他们母亲，但我先是一个独立的人。我不过是喜欢落叶归根，他们想尽孝，大可以多给我打点钱，而不是1分钱都舍不得给我，在这当口头孝子。你放屁！3个儿子顿时激动起来。我们没给你钱吗？我们3个加起来1个月可是给了你900块钱的，是你自己贪心。台下顿时一片哗然。900块钱，这年头900块钱1个月还能养活人吗？和这3兄弟每人1个月才给当妈的300块钱呗，这个让自己母亲自生自灭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还在这装什么大孝子？我看3个人都是纯正的白眼狼，太过分了！台下的观众纷纷高喊，让他们滚下去！就连主持人也罕见的变了脸，他们慌了，一下把我用系统换掉他们工资的事情和盘托出。你1个月圈了我们4、5万，在这装什么可怜？3人忘了，系统这种事情虚无缥缈，当初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，又怎么能拿到台前说？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气急败坏，在这胡说八道。为了污蔑自己的母亲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把这3个失信封赶下去，真是良心被狗吃了。只要是我儿子，我非得被他们气出血不可。节目上被审判的对象突然就转移到了他们自己身上，面对各种口诛笔伐，还有台下时不时扔上去的大血，3兄弟也只能落荒而逃，而我则成了人人可怜的苦母亲。这次没达到目的，3兄弟依旧不死心，没过多久又开始作妖。网络压力我不成，他们又想在现实里让我身败名裂。3兄弟声势浩大的领着几个记者回家采访我，回家前还特意拿着大喇叭绕了村子几圈，顿时家里就里3圈外，3圈围了不少人。记者口吻伶俐问我，听说你老公死了几10年了，你是不是会时常感到寂寞？滚！我顿时攥紧了拳头。记者像是没听到，接着问，像是一定要挖出点爆炸新闻。那你为什么要勾搭别人的老爸？我勾搭你爹了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质问回去，结果3个儿子却激动地跳起来。你们看，还承认了，当初在城里就勾搭了好几个老头了，还被人家媳妇找上门了，是我们几个儿子压着才没传出去。可我们听说，我妈回了老家之后也没有收敛，死性不改，还把主意打到周围的叔伴们身上。我们觉得不能再瞒着大家了，就算是家丑也得说出来。对，大家谁不怕被我妈勾搭走老伴的，就尽管跟她玩。原来女人被造黄油是不分年纪的。我一巴掌甩在口吐芬芳的老3脸上，紧接着对老2就是一脚过去，老大也不例外，吃了我一个肘击。我打你们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你们死去的老爸，让他知道3个儿子这么侮辱自己的母亲，他在9泉之下非得急得团团转不可。3兄弟反应过来，刚想对我动手，结果被后面赶来的几个邻居一勺粪水泼了下去。3个臭没良心的，这个村不欢迎你们，再不滚我就放狗了。乡下土狗长得不威猛，倒也护主，3人顿时懵懵了。明明是败坏我的名声，怎么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，就连狗都对着他们呲牙咧嘴。记者先被吓跑了，他们也只好悻悻地走了。之后他们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再见面是中秋节那天，他们买了1车的山珍海味，3兄弟亲自下厨，给我做了一桌满汉全席，说是中秋佳节，一家人就应该团团圆圆的，甚至还买了一个大蛋糕，说是要提前给我过生日。以往跟在他们身边时，我的生日就没人记起过，更别说中秋节还为我做菜了。老3端着他精心煲了4个小时的老母鸡鲍鱼汤，让我趁热喝。真的非喝不可吗？老3闪过一抹心虚，当然要喝，
我好不容易下厨一次，精心煲了4个小时。这里面不仅仅是汤，更是包含了儿子对母亲满满的爱。老大和老二拿着筷子，迫不及待地催促我：“快喝吧，喝完汤后动筷子，您不动第一块，我们都不敢吃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”那好吧，我点点头，笑了，嘴里浅放了一口，下一秒却捂着肚子，整个人就瘫软在地，渐渐翻起白眼。3个儿子眼神阴狠，居高临下看着我，像是看一只他们才死的蚂蚁。老不死的，这是你逼我们的。他们甚至懒得第一时间处理我的尸体，而是围坐在桌上，互相招呼起对方。来，干一杯。可没等他们庆祝胜利的酒喝完，外面顿时警铃大作，下一秒警察就破门而入。我早就知道他们今天来的真正目的。几天前我去城里办事，刚好路过老三家附近，当妈的还是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，就去他家看了看，想着他要是过得不好，还是要给他点钱。走到门外，却听到了他们3兄弟在屋里密谋的声音。老三说，既然我不愿意解除系统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，生死混淆。我就不信人都没了，那该死的系统还能存在？就算存在，到时候那张卡也是我命。人都没了，那该死的系统还能存在？就算存在，到时候那张卡也是我们的，直接把钱提出来就行了。老大和老二还有顾虑，毕竟这可是杀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们想的是要坐牢，却没想过我是一辈子都在为他们好的亲妈。老三指责他们猪脑子，他3个儿子都在这，我们不报警，谁又能知道？到时候就说他是中秋团聚的时候太过激动，突然心肌梗死没救回来，一埋进土里，谁还会怀疑？看着他们3个被警察摁在地上，我一口吐出了含在嘴里的那口毒药，3人顿时不可置信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想再看见他们，让警察把他们带走，把那几道带毒的菜全都打包给警察带走，连带着几天前录下他们密谋的录音以及厨房里的监控视频全都上交。之后独自坐上桌，吃了几口儿子们做的菜，还挺好吃的。最后他们谋杀亲妈未遂，被判了几年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当初在节目上的视频，我被拉出来鞭尸，妻子儿女对上了舆论的浪潮。几年后他们出来了，但是早已妻离子散，工作也早就没了。当初他们的案例闹得沸沸扬扬，再找工作，我没人会用这种连亲妈都敢下手的狠人了。最后他们摆烂了，甚至想用转换系统给他们的300块钱享清福。我直接让管理员强制解除系统，他们休想在我身上再捞到一点便宜。半年的时间，系统帮我拿到了他们20来万的工资，我分了10万补贴女儿，拿着剩下的钱小耕小种，真正过上了落叶归根的退休田园生活。之后有人拍到了3个儿子的现状，胡子邋遢要死不活的，2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他们就像老了20岁，但他们也只是成为了我和邻居姐妹们日常闲聊的八卦。我有女儿，也有自己的孙女，他们时不时得空就会来家里给我做顿饭，陪我浇菜养鸡。没了儿子，我也能享受到天伦之乐。我100年之后，这座老宅也会有归处。